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陈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我们不聊穿搭，来聊聊我最近在亚马逊入的一些好货。今天这一集相当精彩哦，有明星彩妆师姐姐给我推荐的价廉物美的彩妆产品，每天我都离不开的做家务的神器，还有换季整理衣服，还有包柜所需要用的神器等等啊。包括我最近发现的很好用的指甲油，大家一定会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开始了。前几天呢，我这个严重的社恐患者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出门参加了一次活动啊。去之前呢，我斥巨资请了一个化妆师，结果一不小心发现这个化妆师呢还蛮有名的，给很多大明星都做过造型。那化妆的时候呢，这个化妆师姐姐她叫 Patricia， 她说你是想要把眼部呢画得比较浓重一点，但是唇部呢相对更裸色一点，还是反过来画一个大红唇，但是眼部呢稍微弱化一点呢？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大红唇的，因为我觉得很有气场，很有力量感，对吧？但是呢，我最近自己涂大红唇的时候，觉得好像显得有点老气，对不对？我就问她了。他说是这样的，大红唇呢是会让人看上去蛮成熟的。后来我一想也是啊，舒淇最近参加各种活动，全部都是裸色系的淡淡的唇蜜，不是吗？那就按照这个妆容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成果是不是很好看？那这个唇蜜呢 ，Patricia 还特地送了我这一支啊，她说很好用。我一看露华浓8块9毛9一支，我的天哪，要不要那么价廉物美？那这个是4号215，其实就是一个淡淡的裸粉色，看不出太多颜色的，不会抢整体的妆容。而且呢，这个光泽是有一点点玻璃感的，但是呢又不会厚，不会像以前那些唇蜜一样，像猪油一样浮在嘴上啊。你看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你看这种光泽感呢，就是可以让双唇看起来比平时更加饱满一点。想想也是啊，不然那么多女明星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做丰唇呢？因为饱满的双唇呢，就是能让人看起来更年轻。另外它的使用感受也很好，不粘啊。因为我以前也用过一些唇蜜啊，这个头发尤其是长头发一梳过来就会粘在嘴上，很可怕，但它不会。涂起来呢也很顺滑，整体呢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有一些光泽感的润唇膏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很满意啊，8块9毛9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不过呢，我看 Patricia 在帮我化妆的时候呢，提前先用了一支唇线笔打底。那我自己正好有一支唇线笔，来自一个品牌叫做 Versed， 是一个加州的很小众的主打 Clean Beauty 的一个品牌啊。那这个唇线笔呢，哎，你看，正好也是这个淡淡的裸粉色，而且很顺滑。它呢是有点半哑光质地的，所以作为唇线呢正好。所以我今天其实就在外面先画了一层这个唇线，然后呢里面上了2层这个露华浓的唇蜜就可以了。我跟大家再说句老实话，他刚刚跟我化完妆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感觉拍照的时候啊，大红唇永远是胜出的。如果是偏裸色的这种唇膏呢，整个人就会看上去挺没精神的。我说的是照片里面啊，但是没想到拍出来的照片都很好看啊，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所以我感觉应该以后就一直会用这种比较自然的裸粉色的唇蜜，因为看上去显得年轻啊，是不是不太像疯母啊？开玩笑了，那大家不妨试试看哦。这支我看了一下，亚马逊是有卖的，8块9毛9，价格无敌哦！我感觉如果再碰上个打折，这真的是白菜价了。推荐呢，我自己肯定会无限回购的。那之前呢，我也跟大家吐槽过，纽约呢是著名的脏乱差，家里面呢要每1-2天就要吸尘擦地板，不然地上就很脏。但是呢，当你光吸尘也不行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做饭嘛。地上还会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吸一边尘还要再跪在地上擦地板，很累啊。不过没关系，科技改变生活。那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哒哒，就是这一个 Nao 的 S30 Pro 这个清洁神器哦。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吸尘器，对不对？但其实它比吸尘器厉害太多了，不仅可以吸尘，而且可以拖地，一步完成。拖完地、吸完尘后，它这个滚筒是会自动清洁的，还会自动烘干，没有什么味道，一切都是自动的，绝对是懒人必备。那平时呢，你就把它放在底座上面充电，
那用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后面呢，你看有一个水箱，要加点水，因为我平时一直有在用，所以水箱里面一直是有水的。另外呢，这个 S30 Pro 呢还配了一个这样的清洁液，用之前呢把它倒在这个底座的孔里面，这样清洁起来呢会更加干净一点。那它的手柄上呢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只要短按就可以自动切换。我自己经常用的呢就是这个实木地板功能，吸尘和拖地是同步完成的，又省时间又省力。选实木地板这个功能的时候呢，其实它出来的水也不会太多，不会搞得太湿。大家看一下地板上的这个水印就知道了，很快会干，不会伤地板的，大家可以放心。我在网上啊，其实之前研究过这台机器啊，发现它的清洁效果真的好吓人啊，就是那种无论多么可怕的现场都是可以帮你弄干净的。所以我也做了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你看我在地上撒了一些牛奶、咖啡和醋的混合物，还有一些草莓的叶子，哎呦，看上去有点恶心。但是呢，这个 Navo 的 S30 Pro 扫过最高达到20000%吸力，我的天哪！只是这么轻轻一扫，那么大一坨就不见了，一下就可以全部清洁干净，哇！这个实在是太强了吧，尤其适合家里面有小孩、有宠物的朋友。而且呢，它非常的灵活，各种不规则的边边角角都能够清洁到。你看这个头呢是可以各种转动的，还可以180度平躺，平时很难清洁到的角度呢都没问题。像我家里这种比较小的空间清洁的时候呢，它的吸力会自动调节的，不会扬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哦，就在于吸头发。尤其是你是长头发或者家里有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以前就长头发，我曾经以前买过那种扫地机器人啊，结果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大家就第一次成功啊，每次都是吸了一半就说卡住了，因为有一些毛发嘛，就很烦，到最后我就没有再用下去了。但是这一款不会，我给大家做一下实验。我呢，因为是短发，好不容易收集了一点掉下来的头发，再加一点灰尘什么，你看就这么一下子，轻轻松松头发就不见了。打开滚筒看一下，也没有头发缠绕，对不对？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双梳齿设计，能够轻松刮掉滚筒上缠绕的毛发，直接进入污水箱，不会卡在半当中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可以自动清洁这个滚刷，只要把机器放到底座上，然后按这个键就可以，会有语音提示，就会自动清洁，接着呢就会自动烘干。完成之后看一下，哇，真的好干净啊，就像刚买来的一样。我用纸巾擦了一下滚筒，你看完全不脏的。而且摸上去呢还有一点点暖暖的，因为清洁后会自动高温烘干，杀菌消毒，保证干净卫生，也不会有奇怪的味道哦。那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问，那这个垃圾从哪里出来呢？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就是它有垃圾袋。打开这里就会看到我提前装好的垃圾袋，只要把它提起来扔掉就可以了，不用手动清洁的，超方便。当然了，因为我之前特地做的那个测试啊，看上去有点脏脏的，大家不要介意。同时它还配了一个紫色的除臭盒，这样水箱呢就不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啦。那这个垃圾袋呢，它本身的包装里面就会配一些的，非常的方便。它呢充一次电就可以清洁大概400平方米左右，这一点我也很喜欢。我跟大家讲，我以前自己的戴森哦，可能是因为型号比较老，充一次电大概能够吸尘5分钟就不行了。我准备把它淘汰掉了，就用这个就可以了。总之吧，这个 Navo 的 S30 Pro 呢，这是功能真是太强大了，吸尘、拖地一步完成，省时间省力，而且呢，所有的清洁也都是自动完成的。全部弄完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它长得也蛮好看的，就小小一个，放在角落也不占什么地方。那一次投资啊，就可以享受很久很久很久。那这次呢，正好碰到亚马逊大促，他家应该也有活动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入一个。我也会把所有的产品链接呢，都会放到描述框里面去的。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郑解析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又到了换季整理衣物的时间了。那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衣服呢要少洗。那像我自己的，像这些羊毛羊绒衫呢，我是不经常洗的，因为我穿的时候呢，那里都会有一个打底衫，所以不会直接贴在皮肤上面，不会很脏的。我经常呢就是用这种喷雾来喷一喷哦，然后呢就可以减少干洗次数，也可以延长衣服的寿命。
其实类似的喷雾呢，我之前也买过其他家的，但这个味道实在太假太难闻了，我实在受不了。所以我最近刚买的是这瓶的 Laundress 的这个羊毛羊绒喷雾，在美国的朋友肯定都听到过这个品牌，是比较高端的衣物护理品牌。这个呢，顾名思义啦，专门就是用来针对羊毛啊、羊绒啊，还有各种针织衫等等。用喷雾喷一下就能够轻微的抗菌，而且里面呢是有雪松成分的，还能够防止蛀虫，可以去异味。喷完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晾干哦，然后呢就把它平整的折起来就可以了。平时用它的时候呢，还可以减少这个针织衫上面的皱纹，因为有的时候你叠嘛，叠的如果不太好的话，就会产生皱皱的那种情况。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喷一下，然后用手呢顺一顺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那我还买了一个普通的喷雾，就是普通 fabric 的喷雾，是用在像 T 恤啊、牛仔裤啊、外套什么都可以用它。它呢也是可以减少皱纹的。那洗衣服的呢，除了普通的洗衣液，我这次也买了一个他家的这个羊毛羊绒的洗衣产品，我还没有用啊。但是因为他们家的东西我以前买过不少，口碑还是蛮好的，所以等我之后再用了之后跟大家汇报吧。前一阵呢，我到加州去看小伙伴啊，那看了他的包柜啊，就深受启发。回来之后呢，我就买了他的同款这个包包的整理神器。其实大家看我的部分的包柜啊，我的包包并不是很多，但是呢，这样放在一起看起来还是蛮凌乱的。而且呢，有的包包呢，你看就这种尼龙包，它是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的，东倒西歪的。那更重要的是呢，像我以前这种放包的方式，我就很担心浅色跟深色放在一起会不会串色。那我现在买了这个包包的整理神器，问题就解决了。首先呢，就是所有的包包就是可以站起来，这样放进去，整个包柜就显得很干净，而且呢放一排很整洁，也不会串色。那这个包包呢，一面是透明的，还有一面是无纺布的。你看这个透明的一面，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包包了。那我买的就是大中小3个号一套的，一共9个。反正我的包包也是大小不一样的，总归是用得上的。哦，对了，这个包包呢，它还另外配了这种 S 扣，你呢就可以把这个包呢用这个 S 扣把它挂到衣架上面，也蛮方便的。不过因为我家里比较小啊，所以我就没有用这个扣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最近在亚马逊买的蛮得意的东西。我买的时候还挺贵的，20几美金，可能现在春季大促应该会稍微便宜一点吧。我也会把链接放到描述框里面的。接着一个东西啊，给大家猜猜看是什么？猜得出来吗？我跟大家讲啊，我身边的朋友第一眼看到，所有人都猜，这不就是个随行杯吗？保温杯嘛，还真的不是。噔噔，看一下是什么？居然是个湿纸巾，大家想得到吗？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叫做 Beyond 的一个新兴的品牌，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创意极好。其实湿纸巾嘛，每个家庭都有。你看我以前买的就是这种，就很丑好吗？所以这些湿纸巾我都不把它放在外面的，因为太难看了，都把它藏到柜子里面去啊。但是 Beyond 这个品牌呢，就把人人都有的很难看的湿纸巾做成了一个好看的这种有点像家居摆设一样的单品，是不是很厉害？而且它是极简设计，再配上哑光的质感，看上去呢就蛮高档的。它呢其实只是一个外壳，要单独买湿纸巾的。买完之后呢，就把它拆开来，然后呢把这个湿纸巾放在里面，就可以像纸巾一样抽取了，很方便。这个湿纸巾也是单独购买的，可以 refill 的，5美金一包。那这个外壳呢是20美金，是不便宜的。有人说这个太浪费了，但我是这么觉得。像这种每天都用得到的杯子啊、盘子啊，这些家居用品啊，因为每天都用得到、看得到嘛，就20块钱，但是看着就心情很好啊，对不对？反正这是我的购物理念啊。我买的时候颜色买错了，买了一个这个有点偏红的颜色，其实我应该买那个鼠尾草绿的，更加适合我家。等一下准备去下单，真的很好看啊。就我跟大家讲，小小的快乐，我看到这种东西就很戳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最后一个来了，又是我的得意之作。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因为我呢之前频繁的做 gel， 指甲都全部劈掉了，完全不能再做了，而且很黄。但什么都不涂嘛又不好看，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最近呢刚刚找到的是爱马仕这一瓶裸粉色的，涂出来就特别的好看，而且呢整个涂的过程也很愉悦，是我用过最容易涂均匀的裸粉色指甲油，没有之一。但是像我这么喜新厌旧的人，如果每次只涂这一个颜色，我肯定会厌倦致死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找啊，哎，这次在亚马逊找到了这一瓶，也蛮好用的。这是一个叫做 London Town 的品牌，其实它不是传统意义的指甲油，你看它名字就知道了，叫做 Nail Concealer。Concealer 嘛，我们女生都知道，因为我们都化妆嘛，化妆就要用遮瑕膏，对不对？那其实这个 Nail Concealer 呢，就跟遮瑕膏是概念是一样的，就是帮助你的指甲提亮和遮瑕。因为像我这种指甲呢，已经有点发黄的人啊，它涂上去之后呢，就可以中和指甲的黄色。它里面呢是有一个光学提亮成分，就会像滤镜一样的，指甲看起来很精致、很干净，不会发黄，对吧？我这瓶呢，这个颜色看上去像银灰色，其实涂出来呢就是我这个颜色，这是有点银白色的，上面是有非常淡的这种珠光，就蛮满意的。而且呢，因为深色的指甲油我涂不太好，这种浅色随便怎么乱涂都没关系。这是我涂了2层之后的颜色，稍微弄掉一点没关系。而且这2天我拼命的在做家务啊，然后换床单啊什么的，也都没有批，哎，还蛮好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呢不需要用底油的，你就直接涂就好了。它连顶油都不需要。当然，如果你有顶油的话呢，官方说能够维持的时间更久一点。而且这个刷子也做得不错，这个刷子的面积做得特别的大，我就不涂给大家看了，大家买一瓶就知道了，就很大，也很容易涂均匀。除了大拇指之外，其他几个手指甲是一枪头就可以涂匀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涂的时候要注意哦，尽量呢涂稍微薄一点，不要太厚，不然就失去了这种亮晶晶的浅浅的这个意义了，它呢才能够露出本甲本身的好看的颜色来。不要涂太厚哦。而且这个也蛮快干的，几分钟就干了。哎，总之这个产品真是很好用啊，我感觉以后也不用花大价钱买爱马仕了，对不对？另外呢，修指甲呢，我也在亚马逊上面买了这个4面的修指甲神器。哎呀，反正我也比较粗糙了，我觉得还挺好用的，4面，尤其是最后这个是抛光用的，在指甲面上稍微抛一下光，那这样呢涂上去指甲油会比较均匀，抓得牢。这个也很便宜，好像就3块钱有4个。好了，一口气分享了这次亚马逊的一些好物，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哦，拜拜。